南宁夜市烟火气十足，一条街融汇五湖四海。但人流最多的摊位，却主打素菜。一家家色彩斑斓的果蔬摊，就这样活跳跳地从烧烤烟气中蹦出来。3、5人围着一袋像调了色的果蔬，吃得沉醉，吃得入魂，吃得享受。香菜、盐巴、辣椒、秘制椒盐、红糖酱，充分搅拌后倒入塑料袋。这是广西人的开胃醒脑神器，几十块一大袋，既照顾了钱包，也呵护了身材。在塑料袋里占据 C 位的是芒果花，青芒果改刀，撒满秘制椒盐，酸辣爽脆，一口下去像挨了当头一棒，瞬间整个人精神了。你辣椒水、辣椒粉。按照老广的白话发音，这种美食的正式名称为酸野，无需翻译成普通话就能秒懂。好，多謝啊。好。这家在南宁一中旁开了30年的酸野店，操盘手是老板娘玲姐，守店小二是都哥。从流动摊档到3家门店，玲姐与都哥青春不在，但成了一届届畢業生的回憶背景。下港啊，當時拎一筆錢你創嚟喎，30年啦，一中嘅學生一批一批咁奔條車，你諗下，幾十屆人啦喎，有啲嫁得幾遠，上海、北京到親戚嘅都一定要翻嚟。你穿個面啊，冇啱食啊，佢就同我哋定啊，3個人要11蚊銀。酸野必须用当季的水果制作，这是南宁人的国民零食。用没有完全成熟的果蔬为原料，新鲜水果，酸甜适口，现切现卖。蔬菜要用酸水腌制24小时，配上秘制蘸料，直接食用。1000个南宁人就有1000种蘸料，个性是酸野打败工业化零食的骄傲。傳統啲嘅椰菜、蓮藕、蘿蔔、木瓜，但係咧現在咧越嚟越多啦，都豆啊、豆角啊啲咁都係傳統做落嚟嘅。阿玲啊，你加啲菠蘿啊，青瓜咪有啦，啲果啊都加啲落啊。好。要粉咧要水。玲姐的酸野自有属于玲姐的个性，也有不离不弃的粉丝。没开店就已经有人在等，卖到凌晨2点，顾客依然络绎不绝。秘诀是3个字：鲜、酸、爽。喺個佛山學過，但係冇教齊，翻嚟我就自己模仿啦，我就自己整啊。傳統啲又酸酸甜甜，比較適合大眾化啲。春夏是专属于酸野的季节，一般的新鲜水果切块直接售卖，但梨果的处理考究功夫。玲姐选用云南的珍珠梨，个儿大脆甜无酸味儿，加盐拌匀去除涩味儿，然后按比例倒入糖、黄皮酱、酸梅酱、辣椒酱、辣椒粉，妥帖拌匀才能售卖。玲姐的酸水调配看似简单，在清水中加入糖、盐、醋，搅拌均匀即可。但大道至简，它有自己的底气。全部都係自己做，辣椒醬咩我都係自己做，好多人冇調得出啦。我就咁講出嚟，佢都冇調得出啊。木瓜削成薄片，加盐拌匀，静置30分钟后，水分析出，肉质变得柔软，但依旧保持爽脆口感。洗掉盐分，放入酸水中浸泡4个小时，风味最佳。酸野好吃的秘密在于通过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调动食欲神经，从而让人胃口大开，欲罢不能。但玲姐才不会纠缠这些高深的生物化学理论。她最爱逛的地方是广西最大的菜篮子基地，在综合批发市场里挑挑拣拣，能买到5湖4海最当季的果蔬。就攞啲木
木瓜，攞啲木瓜，攞啲李果，好埋啊！攞啲蘿蔔啊，去翻好啊！有乜靚記啊？我哋今日啊，今日緊到啊！幫我要16件啊嘛，打包嚟等我哋咁3輪車佬嚟拉啦。林姐做酸野只有一个信念，要成为江湖的传说，就必须把控原材料。店里每种食材原产地都经过她无数次筛选。有人说不用出国，在林姐的店，你可以感受整个东南亚。芒果，越南咪有，泰國又有，羊豚咧係福建嘅好食，巴樂嘅係福建嘅好食，啊啲係鳳梨，台灣出嘅。30年了，每天去市场进货，林姐已经成了老行尊。酸野不是什么大菜，酸野店也不是什么大生意，就是一家人的生计温饱。那简陋的塑料袋里，那一汪水中，酸味上头的那一刻，甜也会沁出来。这就是南宁人的日子，新鲜，没有刻意装饰的真实的日子。两广地区处理酸花样繁多，秘方各异，只要是潮湿炎热的地方，都有不外传的独家秘籍。距离南宁700公里外的广东韶关，把酸做成了大菜——鹅醋钵。吃过的人用2个字评价：难忘。这道大菜的酸来自酸教头。韶关新丰独有的这道菜有400年历史，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如今大菜走下神坛，成为普通人随时享用的招牌菜。尝到了这个本地的特色，酸酸甜甜，很爽口，很好吃。朱强明从记事开始就跟着父亲做鹅醋钵，是第5代传承人。恪守传统，才能炮制出正宗的鹅醋钵。鹅必须是自家养了130天、9斤重的本地火鹅。此时的鹅刚好褪去绒毛，肉质软嫩中带着弹性。把整只火鹅放进炉灶，用柴火蒸40分钟。不砍件是为了防止肉质变柴。鹅醋钵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制作鹅血酱，用蒸鹅吸出的肉汁作为酱底，加入黄冰糖、酸教头水、酸教头、盐、糖，炭火慢慢熬煮。以酸为主，4份酸，3份甜，3份咸。炭火慢熬汤汁的同时，取新鲜的鹅血与酸教头水按比例搅拌混合，倒入汤中搅拌，以防止鹅血凝结成块。待酱汁粘住筷子头，鹅血酱就能和蒸到8成熟的坎件火鹅会师了。吃新丰鹅醋钵一定要趁热，最好是炭炉跟上，馥郁醇厚的酸甜香气，一揭盖能香半条街。鹅血酱的酸甜味儿是深沉悠长的，把鹅肉衬托得越发紧致香滑。血酱正是鹅醋钵的灵魂。血酱的极致滋味来自于酸，当地的酸教头只用食盐、炒米水2种配料腌制，酸度在柠檬汁之上，锐利刺激。老板，辛苦你了。看尝一下你的，尝一下那个味道，品相还行，不够酸，可以加一点米水，浓一点的。你不要加醋哦。不加，从来没有买过醋。一天做的酸，很酸的豆的。黄水湾住在30公里外的姚田镇，教头是他生活的全部。今天要收200斤教头，黄水湾把女儿、邻居们都喊来帮忙。这是今年最后一批教头。今年还没去年家长。可以啦，像这样的都可以了。
那个苗王了、掐了、软了就可以收的。不修的话，它会长出嫩苗来的。哇，好多啊！你看，看看有多少？好产啊！我数一下，看有多少？15松，30个。去苗后的酵头必须当天处理完毕，把酵头拉到河边清洗，去除污泥。晾干表面水分后，搬回家深加工，挑出个大饱满的酵头，剥去老皮，修剪头尾。cái tàu chưa cần gì, bố có sẽ ấm bạch chàng sao kì? 加入适量食盐，去除腥辣，腌制3天才能放入缸中。3天前腌制的酵头，今天可以入缸了。黄水湾带着女儿做酸水。酸水的原料只有一种，就是本地种的大米。柴火小火慢炒，炒出香味儿，十分考验耐心。炒黃啲慢慢炒，唔好咁太薄。一燒咗開嘅人拌啲。Chị đâu cần dưa bèm à? 忙得。唔驚黃啊？唔驚。大火烧开水，把炒米放下去熬煮，有陣濃味啦。滤出米水，放涼備用。四乾龍乾水嘅，乾涼水，來我送已經講咯，三米水。對呀，講好啊。嗎？酵頭依次入缸，塞滿後倒入炒米水，炒米水要浸過面啦。最後蓋上蓋子，米水封壇，靜待4個月。4個月裡，米水開始慢慢發酵，酵頭辣味減少，酸味增加。120天後，晶瑩剔透的酸酵頭就能食用了。今年酵頭豐收，黃水灣準備晚上做大餐犒勞大家。女人你菜好賣吧？公園嘅時候比較好賣啊，因為公園我哋去住酸甜糕啊。鹅醋钵制作實在複雜，黃水灣自有料理酸的簡便心法。鵝肉煸炒，高溫逼出油脂。起鍋前加入適量酸酵頭，酸甜鵝就製成了。酸同樣是老廣料理下水的秘密武器。熱油爆炒青椒，倒入酸酵頭煸炒，起鍋備用。豬大腸單獨高溫爆炒後，加蠔油調味，最終與青椒、酸酵頭混合即可出鍋。酸讓豬下水有了清新的口感。在客家人的後廚房，酸是下飯的代表，豐收的標識，家的溫度。阿陣撈得個皮啊，好爽。一爽脆。呢條香嘅話，香人一直做嘅噃，又爽又好，味道又好。從化學成分來說，酸是來自氫離子的刺激。對黃水灣而言，這就是他謀生的手藝。家鄉物產孕育出的酸，構築起了新豐人的生活與鄉愁。陽朔以千姿百態的喀斯特景觀聞名於世，在形狀奇特的楓林中，卻藏着一種美味。蜂蜜是珍貴的甜味來源，曾經因為稀少，只能作為生活的點綴。追尋甜要付出苦，引蜂追蜂，這刻在基因裡的傳統手法，是養蜂人朱自強的必備技能。再往那邊開了，拿開。哦，那往西頭邊。哦，那都水蠻高的呢，是啊，就在那邊。
追寻野蜂靠的是眼力和听力，没有任何标记物，蜜蜂的飞行路线是唯一的指向标。这里有蜜蜂飞啊，这里，小心，好多蜜蜂飞哦，你们先上看啊。朱自强一路追踪，好几次丢失目标，在悬崖峭壁攀爬了接近3个小时，最终还是找到了野蜂窝。果然有一窝吧，蛮大啊，这窝，好大的蜜蜂声音，嗡嗡的。蜜好吃，蜂难惹。面对房子被强拆，野蜂开始反抗。哦，呦，把这个眼睛给追了。这个蜜蜂太凶了。取一半，留一半，蜜蜂才能熬过冬天。朱自强要获得稳定持续的蜂蜜，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找到办法。这个成果还是不错的。留一点。自己搞到的蜂蜜吃起来就是甜。朱自强拿着野生蜂巢做起了手工。得了，可以了。就这样放着给它自己筑巢了，我们就不管了。那么这个蜜的品质呢，和野生蜜蜂酿的蜜呢是一样的品质的。全程不干预，放养式养殖，野生蜂很快就在山洞安了窝。按捺住采蜜挣钱的冲动，耐心等候放置1年才开箱检查。有点重，要慢点。这个野生来的蜜蜂啊，急不得。啊，这箱蜜蜂来了1年多，繁殖的还可以，蛮大一箱的，可能有10来斤吧，大概。天然的成熟蜜，颜色如卵金，浓稠到闪闪发光。蜂巢中还带有少许花粉，香甜可口，风味独特，口感与味道都和野生蜜极为相似。甜。